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立群教练，Hello。嗨，白岩老师好，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晚安。好，立群呢，今天是第一炮哈，所以你也有点紧张哇。然后他一直问我说：“老师，我们晚上要聊什么？”我说：“没有提纲，我们随便聊哈。”那好，为什么邀请顾立群教练上来跟大家聊呢？就是第一呢，他有一些大家现在都很想要知道，也很需要的一些背景知识，就是理财。健康理财，哦，哈，对不对啊？因为他是这个金融业出身的嘛，哈，所以是，我们今天想要谈一个很简单的题目，但这个题目呢蛮有意思的，就是一日练一日功，到底能省多少是，钱？如果他真的是很省钱，我觉得呢，所有的人都很在乎钱这件事情哈，省钱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可是呢，很多人不会算账。好，他不会算这笔账，就究竟这笔账是怎么算出来的，然后到底怎么个省钱法哈？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我学气功要花钱，所以今天因为都是铁粉在上面嘛，大家都是我们的学员，那至少我们给他们一个方向，就是他们都很有爱心，也很想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学功，但遇到最大的困难应该都是学费的问题哈。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东西敞开来说哈，那到底它是贵还是便宜，它值不值得哈？虽然我们常常自己跟学生说，或者是学过的很多人都觉得非常便宜很值得，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学过的人，他就觉得这是一笔开销嘛哈。那既然是一笔开销呢，就大家就会有一个就是价值观的一个评断哈，到底我花了这个钱，我能不能够赚回来，或值不值得？那今天既然立群教练是金融业的哈，我相信他很有感在这是，个这个上面哈，所以立群教练，你先跟大家哈拉一下，不然全部都我在说话了。哦，好，这个老师一开始就讲到，我们学生同学几乎，一来白燕气功，第一个问题就是学费，所以我就直接开始讲嘛。你就直接开讲啦，因为这好，是很轻松，就是好，完全是聊好，天。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你想到什么嗯，讲什么，嗯。好，我觉得我常跟同学分享哈，这个每天一定要练功，因为你只要这样想哦，有一天如果万一不小心你的身体生病了，那因为我自己的亲人也碰过，所以呢，你的看护一个月便宜一点哈，在台北市以外可能大概2万多块钱，可是，在台北市你至少要3万块钱起跳，那我们就算3万块好了。那你的病呢？如果这个通常轻的哈，至少复健要3个月以上。好，那如果久一点，可能要1年2年，甚至呢可能一辈子。好，到你离开。所以很多人会问这个学费，我认为如果你每天练功，每天能够保养，那你就生病将来要花费这件事情来讲是便宜的。那另外呢，我也有很多朋友一来的时候，同学一来的时候就会问，教练，你们这个之后怎么收费怎么弄？那原来一问之下可能比如说很多的外面的学习，它是缴了一次学费之后，你可能呢每个月你要再缴月费啦，或者呢你做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你还要再定期的缴钱。我曾经跟我一个同学这个分享他说那个你们的学费有点贵，然后我就问，那他是去学别的，那他一周呢上这个道馆，他们叫道馆一次，那一个月呢去4次，然后我问他说费用多少，他说才2000，才2000哦，好，然后呢我就开始跟他算，所以呢如果你一个月2000，那你一年呢就是24000，那他呢跟我认识从国中我们就认识30几年的朋友了他说他已经去了这个快要15年。所以呢，你想想看，一年如果是2万，15年呢，其实呢，也是30万。所以他说我们很贵，我说我算给他听，我说其实我们一点都不贵。所以如果你就这个学费的角度来讲，我其实认为投资这个在白安气功学功，投资自己的健康是非常划算。其实是这样哈，这个当初呢，很多人问过我说，老师，你这学费是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哈？就是到底这个学费是怎么定出来的？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啊。
一开始呢，我们在定这个学费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什么太大的概念。最开始我们教课的时候，是我跟我母亲在美国，后来在加拿大，然后去香港，然后又那个时候去到新加坡哈，然后我们的学费就是自己定的，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概念。然后直到有一个机缘，就是我们因为出了一本英文的著作，哈，那出了这本英文的著作呢，当时呢也没有去找发行商哈，因为在那个年代，在美国其实气功这东西太冷门了，就是认识这种气功的这种人太少，所以因为没有找发行商，就最后是只好是自己印书。印刷了以后呢，就放到这个很多你知道我们以前在美国就是什么大华超市然后有一些什么卖餐厅的那个，然后就寄放在人家那边寄卖哈。然后呢有一些就是那种礼品店就是 souvenir 的那个礼品店，就是我们知道的。后来因为书卖得很好，就开始有人打电话来，就是要进货，说可不可以摆在他们那边卖哈。那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机缘呢，就是真的是很难讲。如果没有这个机缘，就永远不会有这种故事发生。那刚好呢，就有一对夫妻，他们呢在德国是非常大的出版商。然后他们出的书呢，全是这种他们叫 holistic healing 就是全部都是这种灵性的身心灵健康的或者是这种中医的养生的气功太极拳的就是这种书。那他们是去美国度假，然后在某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就看到这本书，然后因为是英文的他们是德国人，他就买了以后呢，就想怎么会有在这里卖这种书，你知道吗？然后买回去就看了以后呢，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现在讲的可是30多年前了哈。那在那个年代，写这种气功英文书的非常少，而且是不是翻译版一般都是写翻译版本，就是有中文的书，然后把中文的书翻成英文的书。可是我们当初那本书是从头到尾一开始写就是英文，所以它并不是翻译版。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中文翻英文，最后就是你怎么看不太懂。对就是看不太懂，他并不是用那个外国人的思维去写的东西，可是这个直接写的这个版本呢，就比较容易让他理解，所以他就联络我们说我们拿到这本书，那有没有兴趣把这本书发这个德文版本那我们当然开心了，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德文版本，因为它是非常大的出版商，所以他又把这本书从德文版本变成这个比如说法文版本，就是个意大利文版本，就是它可以有各种各样文的版本。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交谈了以后，就开始做这个改版这件事情。然后呢，就在一次很大的，刚好那一次是法兰克福书展那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书展里面一个在大事就是盛事，就是大部分大型出版商都会安排他最厉害的作者在那边有演讲那我们就刚好也被安排去演讲。那去演讲的时候呢，就是当天那一次是挤得水泄不通，然后那一次也很有意思，我们就我跟我母亲就突发奇想说，我们就用毛笔字写来宾送给他们礼物嘛，就他们的英文名字和德文名字，把它写成书法。就是比如说他叫 Jason， 我就写杰森，然后他们就很喜欢这种 calligraphy 就是这种书法的东西，所以那时候书展就是排的这样水泄不通的长龙，然后所有人都在看他在干嘛哦，原来可以拿到一个中文的这个名字的书法，大家都很有兴趣，就是一直排队，所以因为这样子，就那一次的这个书展的这个成效非常好，然后就好巧不巧，因为就是人非常多，刚好有一家非常大型的这个国际机构，它是专门帮这种大师级的人办课程的，他就去逛那个书展的时候，然后就看到这么多人排队，到底是看什么？拿了书看，他有兴趣，又联络上了。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才去德国去上课，所以这也不是我们去敲门去找的因为很多机缘是机缘找上你，我觉得有时候上天就是让我们把这个这个中华文化啦，或者我们这么好的功法传下去
那当开始要在德国开课的时候，因为它是大型机构，不是像我们就是这种家庭作坊的方式嘛，是，他就在跟我讨论学费了。好，他们有一个标准，他们有一套标准，你是什么等级的老师，多少个小时，然后是从这个就是你的资历，就是你的他们叫年资，就 seniority 啊，就是你的年资多少年，他们是用这样去算学费的。哎，我那次就是真正上了一次课哈，就是所谓的学费它是有行情的，就像专家、医生、律师啊这种专业人士、会计师，他们都有它一定的行情，他们都是那个行情就是 by hours。摆那个时间，对不对？就是他的时间，就是他的他的行情在那边。其实那时候他开出来的那个学费，我们自己都吓一跳，觉得好贵哦。因为那个时候还是 Deutsche Mark， 那时候还德国法郎的年代哈。然后就是跟美金换算的时候，就觉得这么高的学费会有人来学吗？然后他们的意见就是说，其实这个代表你的就是等级。就是等级，就是类似像你不是夜市的摊贩卖的包包，你是百货公司卖的包包，还是你是精品店卖的包包？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当然你一定要有那样的等级，才可以有那样的学费哈。我们也是被上了一课，上了一课之后才发现说，原来学费是这么定的。那从此以后，我们其实是在台湾第一个定这个技工学费的。那在这之前呢，大部分人就是当然也有其他的功法的这个教学多半都是用包红包的方式，或者是就是随喜的方式对。可是我自己个人不喜欢，因为包红包就是感恩嘛那有些人可能要包100万，那我觉得我不可能收他100万的。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巴西上课的时候，有人是捐地给我们的。他是要捐一片地，说要帮我们盖这个就是盖这个 center， 就是叫健康中心。以前在台湾也有人捐房子给我们的，捐场地给我们的然后也有人那个送黄金给我的，送玉给我的，老师一律都是拒收的因为我跟我母亲跟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正统的教学，收的就是学费那这个学费呢，就是我们把最好的课程教给你，然后呢是非常合理的。后来我才知道德国人他们算这个方法，大概就是算一个人当地的1个月的薪水。我觉得这非常有道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说你这么爱健康，你说你这么这个怕生病，然后你说你这么想要改变自己，那你只是把这么几十年的薪水里面的1个月拿出来投资在自己健康上，你怎么会不愿意？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我当时也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单听一个学费好像是很贵，可是如果你去想，它就是1个月的薪水，那1个月的薪水，有的人可能就买了一只 iPhone， 对吧？有的人就可能就买了一个 iPad 那现在那个Apple Vision Pro 出来了，可能对很多人来讲，1个月薪水还买不到嘛，那2个月的薪水对不对？对。然后或者是你就是出去我省1个月的薪水，我出国旅游。但是很多这些呢，都叫做短暂性的享受，对吧？就是我的短暂性的能够享受。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投资我们今天讲的是投资，就是你如果有知识和有本事，那个是长久性的影响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在学书法，我也是付老师学费，我很开心付老师学费，因为我学会了，那这个书法的本事就我一辈子的。我前一段时间也跟燕宽老师，我们2个去学国标舞对，然后呢真是不便宜因为是1对1嘛那也不真是不便宜。然后可是你学会了，那就是你自己的本事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种技能就是看我们的心态，还有你需不需要。那我觉得健康很特别，就是还真没有人不需要的，就是你自己把这个优先顺序怎么去摆了。你觉得呢，李群？对，都是我在讲话，换你讲。今天是采访你，不是我讲。我不讲了，换你讲。
不会，老师说的很好。这个刚刚讲投资健康，那基本上钱是一件事，然后再来就是时间。所以如果我们学会之后，其实我们每天花一点点的时间就可以完成。那相对其他来讲，像我以前是打这个高尔夫。这个我太太常跟我讲说，你这出去就是一天，我们早上这个天一亮，车子就出去了，然后呢打完一整天，球场人又很多，然后还要吃个晚饭，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所以还没有完全的运动到。你看我还曾经脂肪肝，我是每个礼拜都有打球的，都有运动的。好，所以但是先练功之后，其实每天早上短的话30分钟，那长的话当然我练得多一点，因为我是教练嘛。但是这个身体就可以一直的保持，然后精神体力一直的保持，然后你也不需要再多的。其实我们最简单，我们就是一个简单宽松的运动裤跟一双运动鞋就可以了，做着这个运动。我觉得这实在是比起来我怎么想都非常的划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时间。如果说你生病了，那生病了要去看医生，这个我也常讲。现在尤其是这个我们之前在新冠疫情的时候，那你根本连生病你要去看医生你都不敢去医院，那这个要花的这个所谓的精神耗损。那到了医院，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替父亲去领药，哇，那个大排长龙，然后呢这个门诊要领药，要排，领药要排所以你一天去一趟医院的时间，你如果没有1个小时以上，还不含这个车程的这个来回，所以花了多少的时间？所以这些你如果把它提前拿到前面那每天这个轻轻松松的自己在家里面可以随着自己这个20分钟、30分钟就能够做一个保养。那么我觉得老师传授的功法很有效，非常的有效，因为我的很多学员练完之后，这个精神体力好，那很多身体上面这个不适，我们讲的亚健康的这些症状都能够得到改善。那这种在工作起来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面的负担跟压力其实是无价的。所以就投资的角度来讲，学一门老师刚刚讲的这个本事，这个本事学会之后，其实不是只有健康财富而已，这个你的时间也省了，你的心情、你的心理负担的压力也省。最近有一些同学会问说，这个我发现我好像健检开始有3高了，就是来跟立群教练咨询的，担心他有3高。我说那请问你打算怎么应对？他说不知道，医生叫我多运动，可是呢天气很热，我又不太想出门然后呢反正好像听起来似乎还蛮多理由没有办法，可是他又很担心他好像这个开始出现了这个健康检查出现了这个红字，因为年纪也过了中年所以当然就会建议他，其实我们白烟气功的方法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棒所以这个也是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投资啦，还有这个包含生活上的改变、心情的改变，对。那个立群我们这样子一直讲，就是一直在讲正面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人那个在听的时候，他还是想听一下你有没有挫折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自己想停练过？有什么状态之下你不想练？然后呢，你有没有灰心过？那你在教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有没有遇到难搞的学生？然后有没有人那个吐槽你退费了，站起来就走了，然后就反正不尊重你，或者是你很难说服他？可是有没有遇到过这一些就是我们要讲一点转折的东西，不然都是正面没意思好，当然有，以我来说，我自己练功，基本上当然总是会有累的，比如说我们上课有的时候一整天下来，那有的时候很早就要出门，所以还来不及练功，那所以那一天当然教学的时候可能很多同学会说你也在练，可是那个教学的时候又要讲话，其实那不是真正自己在练功，所以其实很心疼老师这个看到2位老师在教学完之后，这个整个精神体力的耗损，那个时候到了晚上要回家的时候，那一天也许没有练功，那鼓起这个精神，还是要做一点点
这个补养的功法。所以第一个当然总是会碰到累的时候，那我自己给我自己的督促是还蛮强的，因为我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先练功。那这个一开始会那时候还在工作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啊。那当然我现在当了这个全职的教练，这个就一点困难都没有啊。但是在职场上的时候是会有的啊。可是当我停下来的那一天，就是早上出门去上班的那一天。如果我早上是没有先练功就出门的，其实那一天我很明显的就会感觉到我自己的精神体力不好。那我曾经一天是喝6-7杯咖啡，就是靠咖啡来支撑上班时间的精神体力。其实也支撑不了哈，通常下午大概2-3点之后就是没电。那学完功之后，发现这个体力越来越好，而且咖啡几乎都可以不要喝，而且鼓励自己不要喝，到最后变成是一个品尝。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会告诉我自己一定要练功。那我相信很多同学也是一样，多半还有一类其实钱不是问题啊，他会告诉我们说，我没有这个时间。可是你要想想，如果说你能够坚持一段时间，把你整个体质给调整过之后，然后每天只要再花一点点时间，你就可以得到很棒的这一个生活，就是一整天的需要的这个能量。其实这个比吃任何的保养品这些我认为都要来得好。而且大家都知道健康很重要，所以运动很重要。所以气功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很慢，可是我自己认为其实就看你怎么练。所以老师很专业的，然后带着我们，那所以我们都会教同学怎么样把这个练好，达到你一整天所需要的这个运动量。那在问就是怎么克服懒惰，如何持之以恒？我先分享好了。好，我先分享。好，这个克服懒惰这件事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技巧，人不能够战胜自己的，很多的时候是战胜不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就有这个习性嘛所以我一般会建议战胜自己以外的那个技巧比如说你就是不能懒，你就是要坚持，我觉得那个太不实用，那不太可能那我觉得克服懒惰一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像我们以前这个学员有分这个333小组就是无论如何你要有伴。我觉得只要有伴就容易克服懒惰，然后是别人揪你，然后你揪别人。还有呢，就是约着一起练功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光是为了练功，你知道我们大部分时候的那个助教志工训全球的这种助教志工训，他们都不是为了来练功的，全部都是为了看朋友的就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大家在一起就很开心。所以如果你是单飞的你想办法混到团练场去混到团练场呢，就是你抓住任何一个穿红色衣服助教的人都可以，然后你就狂问他问题，问到他认识你，然后呢你就黏住他。真的，我觉得这个是最有用的。你黏住他之后呢，然后每一次来团练场你就奔着他去你就奔着他去，你就会把他当成一个，就是等于是你要有一个有一个那个具体的目标值我这个礼拜去团练场，我想要看到他，我看到他，我要跟他讲什么，我问他什么问题都可以。我觉得外围的这种就是有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大部分人的懒惰都是正常的。如果你只要有这个懒惰的问题，就很像那个失眠的人晚上失眠的人，你跟他讲让他早点睡，是完全没有用的，建议是一样的那就是懒惰的人，你建议什么都没有用。但是呢，如果我们会懒惰，通常都是因为我们给自己那个目标太大，就是你定的我要每天练30分钟，你就会如果你发现你没办法坚持，代表什么呢？30分钟对你来讲那目标太大。你不要说我就得要练30分钟，像教练一样我要练1个小时，像老师这样要练1个多小时。你还没有那个习惯之前，或者是你还没有尝到甜头之前，很难做到那你就不要做30分钟，就减到10分钟。如果你发现10分钟能坚持 good， 如果10分钟还不能坚持，就减到5分钟。
好，我在这个杭州有个学员很可爱，他很爱练功，但他太忙了，他忙到他说他早上起来是边刷牙边看新闻，然后边看报纸，然后边想事情边回手机。我心想，一个刷牙那点时间，这么点时间你要干这么多事，有可能忙成这样吗？然后他就是这么忙。然后他说：“老师，我只有5分钟能练功，我能练什么功？”我想了半天，5分钟的功。他说：“可是我就是要练大雁功。然后你那个音乐太长。”他说：“我音乐太长，我音乐11分钟，所以我没有办法听你的音乐。”然后我们都叫他高铁版大雁功，他就这样哗哗哗哗哗练完，人家效果好的不得了，他就是坚持。他说我每天就知道我只能5分钟，你如果让我做5分钟，我能够做到，长了我做不来。他就那5分钟，可是架不住人家就坚持哈。所以这个提供给那个同学们哈，我知道这个懒惰这件事情都不是大家的错，就是你把目标值设大了哈。那如果坚持练5分钟，你觉得不过瘾的时候，而且你坚持下来了，你再往上增值，那可能同学就会想，我学那么多功法。我这个一会儿练这个，我都排不完。没有，我告诉你，功法不会发霉，不会过期。最大的好处，它没有过期这件事，你顶多就是记忆不记得了，那你就去团练场嘛。我团练场30多年了，永远是开在那边。只有疫情的时候，我们转到线上团练。我们到疫情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团练呢，我们是转到线上而已哈。那现在已经回到实体团练了，所以你没有可能找不到我的哈，就是有很多店家，比如说我们最近我最近去那个玉龙城，好像离你家很近，对不对？哈，对，然后呢对，我刚才从绿龙城回来。我这样走了一圈呢，我跟燕宽老师就觉得哈，这家店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倒，这家店可能过一段时间，这家店可能过，你会知道很多店它活不下去哈，然后你会看到比如说像 MUJI 啊、Uniqlo， 你知道它不会倒，好。像这种，他可能会就是他就算这个惨淡经营，他都还会扛在那边。单气功就是这样子，不会倒啊。我们没人，就是你知道那时候，比如说台南的时候团练人数很少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这么有爱心的助教那个杨志富，一个人他也去他这样子坚守了15年真是不得了哈。所以。我们不会没有机会去把功法拾起来，好，所以你就5分钟、10分钟的让自己坚持下去，先克服了那个没办法持续那个行为之后，再慢慢增加。还有呢，就是生病时候多增加，好，因为呢，像我的小孩哈，也是，你知道吗？就是到了 teenager 哈，就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哈，我不知道你儿子是不是还听话，我的小孩已经开始进入不听妈妈话的那个年代了就是他也不顶你，他也不正面反驳，他就好糊弄我了，我也知道他没练了哈。可是我的小孩感冒时候一定练，没睡好一定练，要考试之前一定练，回来就身体不舒服一定练，然后拉肚子一定要练。反正呢，他已经刻在他的 DNA 里面了，就是我不舒服吃药之前，我先练功。我先练功看那个状况怎么样哈。那我觉得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哈，就是你如果是就是没办法坚持，那你至少很累的时候一定要练，很忙的时候一定要练，身体差的时候一定要练。像感冒的时候，我都是练8遍大雁功，我觉得1遍根本不够。对啊，就是你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你加量嘛，对吧？你加量那我平常没有必要练8遍大雁功啊，对不对？因为我平常如果是维持保养的时候，你是不需要的。可是我感冒的时候，我是因为感冒的时候不出汗。我就要练到那么多遍，要练到出汗，而且还不能出大汗这就是诀窍了。因为你一下子出大汗，你就会突然之间那个电解质不平衡，你会身体反而recover 的不好。所以你要真的让它慢慢活化，然后让自己是微微出汗，然后不能出大汗的时候停。所以就只有靠大雁功一遍一遍，因为感冒的时候那个气血循环非常不好，所以那个整个的人是很僵滞的嘛。然后你也不敢太使劲，因为大部分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流感的时候是那个肌肉酸痛的那一种，你也不能太使劲，太使劲就容易出大汗所以
平常没事的时候可以少练没关系，但是有需要的时候拜托多练哈，这个就多练。是对对对，老师给大家的这个建议。立群呢，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诀窍呢？没有，老师非常讲的这个非常好，而且我提醒了我。其实当初我一开始会坚持，也是因为我儿子，因为我是陪我儿子来练功的。那他要练嘛，那我总不能当爸的不练，所以我跟在他后面。然后呢，我也记不住，以前我们是上实体课，上课的时候也不是很专心。记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小孩子都记得很清楚哈，所以我就跟着他，然后就练起来了。那当然我们父子俩那个过敏啊，整个身体，那我的改善比他更多了，所以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那现在也大了，所以就像老师刚刚讲的，他自己知道身体。比如说他旁边的同学每天都在一起，其实现在还很多他现在是国中，现在国中除了流感以外，除了这个染疫以外，流感啦，好，最近还有水痘啊，好像还蛮多肠病毒，不知道，反正天天学校都在发通告。那他只要一看到他同学开始，他自己就会练功。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考试前他一定会练这个大雁功。哈，据他说，这个因为他曾经练有一个礼拜练大雁功，然后考试考了第1名，好，所以从此那小学3年级的时候，哇，从此对于这个考前对练这个大雁功可以帮助头脑清楚那一天，他就特别的那个就像刻在骨子里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欣慰。那平常不勉强他了，这个不用到每天对，但是他有需要他就会练，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棒。然后其实最有伴，对。最怕就是父母因为督促小孩练功跟小孩翻脸，然后他从此就很讨厌练功这件事情哈，就是你千万不要让孩子觉得那个就是这是爸爸妈妈给他的一份新的功课，或者是那个就是新的一个那种严厉的要求哈。他一旦反感了，因为我有一个学生呢，一开始小孩子小的时候呢，他3个小孩哈，然后呢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刚好呢，我的小孩也在练功，他想，我是听到那个手机里，怎么那个音乐不同步呢？我在想为什么音乐不同步？因为呢，我们刚好那小孩都在小嘛，都在陪小孩子练功。那我的选择呢是不看他们，因为我看了就火冒三丈，所以我的选择是不看。他的选择呢是盯着他看，盯着小孩看，然后他跟我讲着话的时候，还说，咦，那个。那个又偷懒了，手再抬高一点。然后我其实有跟他讲，我说其实这个效果不好啊，因为他现在还小，他只能勉强接受你，可是早晚他会反感。如果我们不改方法啊，最后种那个种子是会很差的种子，他会把练功跟妈妈生气，或者是这个练功是会让自己被骂。连接在一起，他以后再也不想练功了。所以其实，我给家长的建议永远是不要看自己小孩练功，你的所有的肝郁和那个心脏病的发作和高血压，都会是看他的练功而引发的。但是我就不看了。这个呼应老师其实就是讲要有伴啦，不一定小朋友嘛，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都是夫妻。好，那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小孩都长大了，那夫妻能够一起有一个做的事情，能够都是对健康有帮助的，其实这个很棒。所以其实夫妻也不建议，对不对，老师？也不建议他们要互看动作，有时候夫妻来练的时候是这样子啦。我觉得人生功课的那个阶段性很多哈。如果呢，你会发现就是像。比如说我对孩子哈，我也要修炼嘛，我不可能生下来就懂做父母嘛，有的时候那个技巧不好，那就要慢慢修炼。那夫妻一定是要修炼的。如果你们发现你在练功的时候就相互挑剔对方，你们的关系里面一定有问题，那绝对不是只是练功而已，是你们平常的关系里面就会有这个相互挑刺儿的这些问题。那你就先把那个关系修好了，再来一起练功，不要说是因为练功而造成这个，就是你一起做任何事情，可能夫妻都会有这种。如果你们夫妻两个不是一个相互赞美的人然后而是相互比较的人，或者是呢，其实就打心底里面觉得我比较棒，他比较差，或者是打心底里觉得就是这个
就是看不上他的那些动作的时候，我觉得那绝对不只是练气功，练气功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就是表现在这上面。那你们在其他的生活上面一定就已经存在这个问题了。那如果发现了，我觉得就是从其他的生活里面去改，然后慢慢，你就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们能够一起心平气和的练功，并且还欣赏对方，而且呢还觉得有人陪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我觉得那个就是对，那就是很棒了。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像以前孩子上学的时候啊，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功课比较多，很忙。以前我带小朋友在澳洲读书的时候，是早上起来就可以练2遍大阴功，练完了还能够吃早餐，从容容去上学这个在台湾就做不到了。后来我们就把它移到晚上去了就晚上睡觉之前让他很慢的练1遍大阴功，然后动作不用太大然后就是让他很柔和的去感受大阴功，我觉得效果一样好。你如果是比较稍微伸展版的大阴功，就会让精力体力变得抒发就是让精神变得比较好。可是如果你是比较放松版的大阴功，动作比较幅度小，其实是比较安神的所以其实功法呢用在什么时间点，你可以用不同的练的方法，效果都一样的好。那刚刚有一个同学 Jenny 朋友说，这个不是说累的时候不要练得太多吗？的确累的时候绝对不能练太多，就是什么时候你不能练那么多，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特别加班没有睡好，晚睡，然后睡眠差的时候，那你就不能练太多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你越累的时候越要练功。那功法因为有很多选择，你可以选择很安静的晃海，你可以选择很安静的周天进功你可以选择一个最放松版本的大阴功。你这个时候特别累的时候，千万不要来整套武器戏那你就会更累所以还有动作可以小一点，对，动作小一点，时间稍微短一点点，然后别给自己标准版本，你不是要去表演的嘛，也不是要立刻上台示范的那种状态你就是自己享受。我自己觉得像我练功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练功效果最差呢？就是我快要上课的时候就是我要快要上课的时候，我每一个在练的时候，我都在备课，你知道吗？一边练一边想，这个动作要这么教然后练到这个动作就想，我这个上次是这么讲，这次不能这么，那个效果真的有够差，我自己都觉得练完了以后就纯粹是在做工作又一点都不享受。那什么时候练的时候就觉得效果特别好，就是我下课了尤其特别是刚下课那几天因为就是等于是没有那个压力了嘛也不需要去琢磨或研究功法的时候，我就真是单纯的，我不是老师了，我是自己一个练功者那就真的非常非常的享受那所以我觉得心里面要很喜欢，然后很给自己很多给自己一点点宽广的这个余地，别给自己要求那么严格。然后当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不要讨厌自己，也不要懊恼然后也不要就是灰心，或者是没什么情绪，做不到就很正常，没练就算了然后也不必说要补练。其实你知道吗？现在连研究发现，你就算没睡好觉，你也不用补觉因为其实人身体的机制是很奇妙的，它会自己去 balance 的你就是几天没练，你开始练的时候，你仍然会感觉非常的美好，而且你也不会亏太多。那当然，如果你都半年了、1年都没练了，那就真的是完全就打回原形了所以我觉得同学们别太多心理负担，能练就练，不能练就算。当然，我们一直讲这个一日练一日功尤其是对于养成习惯来讲还蛮重要的，因为你刚学的时候，如果没强制自己去打卡30天，你绝对不会练。那我们为什么每一次下课之后就是一直呼吁打卡你都已经练了5年了10年了，你打什么卡就不用了嘛。当然打卡是一种爱好未来老师会设计一个社团，打卡呢就累积点数，累积了点数之后就送你课程哇，你看就是还是要有一种奖励机制大家就开心OK 好
刚刚那个 Jenny 在练问喽，刚刚 Jenny 在问，躺在床上练松劲也算练功了吗？当然算了，功法有动有静哈。松劲功是累了的时候最容易练的功，哎，真的耶！你如果完全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就是已经筋疲力尽了哈，你就然后你又觉得我如果没练功，好像又少了点什么，你就用最简单的功法啊，就躺在床上练松劲，其实一样的哈，一样的。我觉得练功呢，更重要的是关爱自己，它是一个行为和仪式，就是今天我为我自己的健康做了点什么哈，哪怕那个什么是很少的一件事情，或者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我为我自己的健康做了点什么，然后我要让这个情绪和爱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心态延续着，我每天都愿意为我自己的健康做点什么，那你就把这件事情延续着。那当然，如果你有那个时间，那练功是最有效的，就是你5分钟你做别的没什么太多的效果，可是你5分钟拿来练功是最有效的。好，最喜欢晃海。哎，我觉得这个我们同学最喜欢的是又简单，又不用动，又可以躺着，好，然后又轻松 ，no problem 哈，没有问题哈。你只要，其实今天我们现在283个人在看啊，你上来就已经是最棒的了。对，就是你心里还揣着我想练功这件事，我想听老师说什么，你就是 number1 哈，给你们个大大的大拇指了哈。那我们就差不多喽，立群。好啊，那教练的甘苦谈就留给下一位教练。教练的甘苦谈可多了哈。那我现在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立群教练跟我讲呢，就是他想要开放给大家咨询的机会哈。那如果你是学生，你就别找他咨询了哈，因为你们去问助教就好了。我们要那个珍惜立群教练他的喉咙啊，因为做教练的那个喉咙哈，讲多了，像老师这种讲多了，真的就是今天这几天燕坤老师在咨询，就是喉咙都很不舒服哈。那如果你是走过路过第一次来的，或者是你有亲戚朋友，就是你怎么说服他都没用，你就不用自己说服他了，你就呢帮他预约一个立群教练的这个咨询啊，让立群教练去跟他聊一聊，说不定就是我觉得常常是自己人说了什么一点用都没有，反而是外人或者是比较更专家的人去讲一下哈，就比较能够说服他，而且你放心，我们在咨询的时候不是为了卖什么东西给他哈，而是去帮他评估一下，或者是解开他心里面的一些疑问和结哈，让他更明白。那我们所有的教练跟老师的心态是一模一样的，学功是靠缘分，我们从来不做任何这种推销哈，或者是我们是推荐，但绝对不推销。我们会告诉他你适合做什么，但是一定他不用，你也不用有心理负担，他也不会有心理负担。我们不会去推销课程，这点大家都放心哈。所以欢迎你把这个我们连结已经放在描述栏里面了，就是那个说明栏里面哈。那有立群教练的这个预约他的咨询连结，还有他的课表哈。那如果那个预约之后，你的朋友说，哎，我想上课看看立群教练的课表那个课表老师也是放在下面，大家就可以把这个资讯推给朋友哈。那其实我觉得全世界哪里都可以哈，因为现在立群教练学生我看我们现在海外群里有多伦多的、新加坡有那个有雪梨的，然后有西班牙的，欧洲都有然后有洛杉矶的，然后有 San Diego 有 San Jose 的到处的人都有，所以现在没有这个区域性的问题啦。所以如果你刚好亲戚朋友在海外，一样可以介绍让他们跟立群教练有一个这个就是咨询非常简单，其实就是这个连结，然后选时间选日期，选时间，留下电话，留 email， 立群教练就知道了，然后你的朋友也就收到信了哈，然后所以就这么简单，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让这个健康的桥梁搭起来，然后让别人比较简单的迈出那个第一步。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好，谢谢同学们，大家晚安喽。那下礼拜老师没有直播，但是呢，在下个礼拜我要来访问明艳教练哈。
帅气的明彦教练哈。那个明彦教练访问的时候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呢，我们明彦教练呢是科技人哈，他呢、跟我讲的东西呢会嘎不上哈，但是呢，白燕老师为了要配合明彦教练，我学了很多科技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可以跟他对频，有很多东西可以聊了。那我们也来听听看，就是科技人他到底卡在哪里了？他一定最开始是不信气功的，因为科技人都是科学人，科学人都相信科学数据而已。那后来他到底是怎么样？相信气功，然后开始练气功，然后最后爱上气功，最后成为教练。我们就下礼拜见喽，大家拜拜，谢谢，拜拜，好，晚安，大家晚安，拜拜，拜拜。